探讨那个在我们存在领域之外的那些事情啊，是对生命，我觉得啦，对生命是很浪费的嘛。比方很多人去探究什么前世今生啊，去探究死后的世界啊。所以一般讲认识说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讲它的程序是这个程序。可是我们是怎么发现它的？我们发现它不是从太极去发现它的，我们发现它是从八卦来发现它的。所以说传说伏羲嘛，他什么仰观天俯察地嘛，观鸟兽之文与这个现实世界的这些东西，他观察现实世界存在的这些物象。物象是什么？物象就是八卦嘛，它已经形成了一个物象，形成一个象了，形成一个状态了。从这个既有的形成的物象里面去推演背后的形成的那个道理，才从八卦找到四象的理，找到两仪的理，找到太极的理。那太极是究竟了吗？有些人觉得还没究竟，再找出一个无极的理。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推出来的，都是推出来的就是像这样子一个桌子。请问我们可以从这个桌子这个物象里面推出多少东西来啊？不知道。请问就这一个桌子里面包含了多少学问？这看我们对这个学问的认知嘛，是不是？你认知的越多，你越可以从一个桌子推出来很多，这里面包含多少的学问在，而不是光是一个桌子，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为什么以前是那个大智慧者，他从现象当中推导出很多原理原则来。因为他的认知比一般人要宽广嘛。所以别人说那个每年以前椰子掉下来，不晓得砸死了多少人，都没发现都没发现地心引力啊。因为认知上面没有这个东西，晓得吗？所以太极到八卦，它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是由八卦回推太极。跟现在科学要去找那个宇宙起源是一样的，是不是？科学现在要找宇宙起源，从哪找？从既有的现象，从既有的现象去找啊，是吧？我们只能这样子做，所以你不能从我打坐去想那个太极，想那个无极，想那个空无，然后想从那个里面去了解太极两仪或者太极无极，这不行的。什么原因？因为你没有根，你没有一个系统的溯源。你的思想没有一个系统性的东西，你思想没有一个系统性的东西的时候，你那个思想就是散乱的，晓得吗？所以八卦拳是给我们一个什么？给我们一个系统我学的这个八卦拳它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就是这个系统，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系统。有系统，那它是什么？有系统可以遵循，它就是什么？它就是叫做有为法。有为法后面的人，有这个有为法存在，后面的人才可以遵循来做这样子的探索。无为法呢？
无为法就是没有方法嘛，它没有系统，它没有任何你可以遵循的东西嘛。那它凭靠的是什么？凭靠的就是物的天赋。它凭靠的是这个。可是你悟的跟我悟的，并不一定是一样啊。每个人的悟并不一定是一样啊，是不是？你认为你悟了，在你看你没悟；你认为你悟了，在我看你没悟。因为悟是什么？佛讲悟后起修嘛，你是悟了以后才可以从你悟的东西开始修行，不是一开始就可以修行的，不是，是悟了以后你就是对你追寻的东西有一个基本的靠近真理的一种认知了，比较不受外面干扰的认知了。你是根据这个认知往前再往上去修行嘛，所以悟后才能修，悟了以后才能修。那悟有好几层啊，你看他们讲的悟有好几层的悟啊，是不是？啊，所以一层悟修一层，修了一层，再有一层的悟，再修一层，再有一层的悟，再修一层，就这样子啊。那这个东西就没有什么，没有可教性的，你没有办法教的，没有办法教，学生没有办法学啊。好了吗？所以都在搞什么？都在打禅机。禅机就是什么？禅机就是他不明确讲，不明确把一个东西讲定，为什么原因？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对不对？现在搞科学的也是搞那么久，问你真理的究竟是什么，没有人敢讲的，因为一直发现，因为什么哈？因为人类的面对这么大的宇宙，这么大的现象啊，人类的能力太有限了。人的能力太有限，所以人就已经定位成人嘛，人就只能活在这样的一个空间嘛。人离开地球的空间，你没有办法活嘛。这种条件下面，人才可以活嘛，是不是？所以是一个受限制的存在。你是一个受限制的存在，你不可能探讨得到那个不受限制的存在嘛，是不是？所以人类要认清楚这个，所以不要去，我是认为我们不要去追求超越我们存在的限制的那个东西。像鱼你就被限制在水里面啊，那你可以了解去水里面的东西，因为那是你存在的环境嘛。可是你鱼穷究你几辈子，你也不能了解生活在陆地上的动物、植物或者人类，你不可能的嘛，因为它超越了你的那个存在环境了嘛，是吧？所以他的认知，鱼的认知，鱼如果发明一个潜望镜，它来观察陆地啊，或者甚至他也搞一个什么无人机，可以从水里面飞出来，可以在上面绕了解上大地是怎么回事。他的了解也只是表面的啊，他不可能了解到真实的嘛，跟人类是一样的啊。我们的鱼可以经过修炼去跃龙门。对呀，对呀，那要经过几千年的修炼。这就是道家啊，中国的道家啊，他的什么？他对天地的认知，他对存在的认知嘛，所以他比方讲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就是你已经不受这个物理世界的限制了，你可以修炼到你不受这个物理世界的限制，然后你就可以探究什么？你就可以探究这个物理层面以外的那个真理了，是不是？啊，这是他的一个理想。
可是真正能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有吗？有吗？那就是人死之后啊，人死了以后啊，你这神魂的存在，是不是？啊，你脱离这个身体了，你脱离这个肉体了嘛？可是你脱离肉体，你还是在三界内啊，你还是在三界内嘛，是吧？所以人的好奇心是非常强的，可是好奇心的使用会怎么讲？会消耗掉我们在这一生里面的精力、时间、财力所以我认为我们必须要考虑我们这一生有限的时间、精力跟财力要花在什么地方，花在什么地方才是一个有效的。你讲投资也好才是一个有效的投资所以花费太多的时间去探讨那个在我们存在领域之外的那些事情是对生命我觉得对生命是很浪费的嘛。比方很多人去探究什么前世今生去探究死后的世界去探究我来以前的那个状态这些都是我觉得都是你花了你那么多的时间，对你这个现实存在没有意义那些很多的探究都是那个有一些是什么？有一些是聪明人。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头脑非常好，像马斯克这样的人，那头脑非常好，所以寄存的地球上面他认知到的学问已经不能满足他的好奇心了。他的智慧，他的能量还要去探究更多，可是他一天看几本书，那些书很快就看完了，表示什么？表示这些知识以他的智慧来讲，已经都不值得去探究了嘛。所以他要去搞在他智慧在这个现实以外的东西嘛。所以历来那些大智慧的人都在搞什么？都在搞玄学。因为玄学是无法探究的尽的，他的智慧可以用在那样的地方，可以满足他的好奇心，是不是所以才产生这么多的。那然后一般的人看那些大智慧的人在学那些东西，在研究那些东西，所以一般的人也去学着他们想要了解他们探究的东西这个就变成一个消耗了，知道吗？都是这个样子的。你看我们自己也是一样嘛。我们对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就没有好奇心了嘛。我们一定是对我们不知道的东西会产生好奇心嘛，是吧？对，所以对那些聪明人，他们不知道的是什么，他们有好奇心的是什么？就那些没有一定答案的东西，或者很难追究得到它的真实答案的，很难研究到究竟的东西那个是他们去消耗他们生命，否则他们活着很难受，他们活着很难受嘛。就是像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智商140的，他跟一群智商90的人生活在一起，他不是很难过吗？是不是？所以他要去探究那些东西。那我们一般智商90、100的，我们就稍微跟个105的学一学好了你花那个时间去跟他们140的人去学他们的东西我觉得是
觉得是有一点浪费了啊。但是我从初中开始啊，就对这些就像那个问题嘛，人是怎么来的？又为什么来？要往哪去？为这人生大问题，我从初中开始就有这个好奇嘛，啊，所以从基督教没有啊，然后去了解一下佛教啊，也没有啊，道教啊没有啊，你去宗教看都没有，因为他们对这些答案都是很含糊的，都没有。但是这些领域浪费了多少人的生命，制造出来多少的对立，制造出多少的对立，制造出多少的不幸，好处没拿到，制造出一堆的坏处。为什么会有冲突？就像你对那个的认知跟我不一样啊？为什么不一样？因为那个东西超越了人的智慧了嘛。我们不能判断这个东西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无法判断嘛。可是你认为那个就是，我认为这个才是，两个可以相比吗？没有办法相比，因为都是我们不了解的东西。可是我认定它是对的，你认定那个是对的，这里就产生冲突了嘛。那我们认知内的东西不会产生冲突。我说这个桌子是可以放东西的，是不是对？你会反对吗？没有人会反对啊。所以认知内的东西是不会有冲突的，认知外的东西才会有冲突。啊，所以到后来啊，可能我也是比较人家讲什么摩羯座啊，或者说属土性的，人比较现实一点啊，所以我后来就不太去追那些了。但是我们可以去什么？我们可以去知道有那块东西，我们可以知道世界不仅仅是人处的这个环境。人不仅仅是这个样子，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个，可是你不一定要去追求啊。